走啊。我们一定会收到消息的。喂，刚才那个男人从这里走出去的？是啊，是新的职员啊。当然不是啊，他是酒店的客人，住在商务客房1202。啊，是住客，奇怪哦，他走进会议室干什么？而且好像很熟悉酒店的运作。董事长，这个，通知了王太太，已经接到你了。董事长，你想看哪个房间？哪间没人就看哪间。哦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总之让客人走进酒店里面，不属于客人的地方就是你保安部失职。抱歉，总经理。也许那个客人不小心迷路进来了，干嘛这么紧张？下班前把报告交给我。是，总经理。YC， 上个月的收支表为什么会出现负数？上个月我们酒店所有的床垫和床上用品重新换过。其实我看过，我们之前换过还不到2年。我是希望客人住得比较舒服嘛，与其要节流，不如想办法开源，不是更好？对了，上个月酒店的住客率没达到预期的100%。Annie， 你是负责营业部的，推销是你的责任。我知道现在外面的竞争很大嘛，但是我希望你尽量增加客源。局里说的很对，必须增加客源。是，总经理。Becky， 董事长60大寿明天在 Ballroom 举行宴会，上次亮灯仪式的事，我希望不要再发生了。是的，王太太。董事长有多注重皇庭，大家都知道，希望大家做事谨慎，知道吗？Daddy， 董事长，你不说明天再回来吗？部门主管先出去。是，董事长。Daddy，坐。我才去了上海几天，你们就搞出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嫌我们酒店亏的不够？ Daddy 啊，到底什么事情啊？是不是让我从客房抬张床垫上来给你看呢？我们皇庭酒店一向标榜是给客人最好的服务，你们居然买廉价货回来，冒充上等货。Daddy 啊，我们也是被人骗了。够了，你不用解释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夫妻中饱私囊，在外面开了几间公司，全部都是我们酒店的供应商。我早说了，纸里包不住火。你比你大哥好不了多少。除了炒股票、炒房的、玩女人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弟弟，投资当然有赚有赔的，我早晚一次给我赚回来。你还说，整天说我不给你们机会，给了机会又怎么样？我本来想放手让你们兄弟在外面开个公司，可是你们却偷工减料、打短桩，害得我要骗其他股东说要改出资、要重新集资，还要私底下跟银行贷款才解决这个问题。你们兄弟俩一而再再而三，我怎么信任你们，让你们管理酒店呢？Daddy， 其实企业它不用说了，你就只听你老婆的话。过几天我会召开股东大会，告诉所有的人，酒店的事以后由我自己管理。哎，弟弟。糟了，他不会真的把我们踢出董事局吧 ？Martin Go，
哇，原来这个人是美国一个酒店管理集团的 CEO， 他专门挑一些经营不善的酒店进行敌意收购，甚至分拆再卖出去赚钱。网上的人称他为酒店业的黑武士，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厉害啊！哎，Becky 啊，你说他来这里会不会对我们酒店有什么企图？总之，他现在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就要尽力去招待他。嗯。单靠你一个人，皇庭还可以撑得下去吗？前线和后勤的问题都是小意思，最致命的就是你的2个儿子和儿媳妇的管理问题。当然，酒店是有很能干的人，但是都已经无能为力了。我知道酒店的流动资金等于0，而且你的私人贷款也借无可借，根本救不了这间酒店。够了！叶云，叶婷，金泉告诉我，说你来了酒店等我。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你每一次出差回来啊，肯定是先回酒店做事。哎，我也不想这样。要不是那2个臭小子把酒店弄成这样，我也想休息休息。你别这么说，其实企业和启智已经尽力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是创业难，他们守业更难了。我真是不明白，2个孩子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却一直帮着他们。王太太，程教授接着说，3少爷已经走了。他走了。早，副总经理。
又是你这死家伙！报警！报警抓他！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半年，你赚到了？是不是做半年不够啊？是不是还想再做半年啊？什么？叫我认罪？坐下。只要你肯认鲁莽驾驶，我们会向法官求情。我不会认，要认就认谋杀，是王启志弄伤我妈，不肯道歉，我才开车撞他的。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话，我已经教训你二哥了。启杰，你就认罪吧。我没做错，我不认罪，大不了坐牢啊！你省得你看见我就烦。你喜欢坐牢就坐牢吧，我不会教你，就让惩教署来教你。报警抓我？你不会教儿子，就让警察抓我进监牢教？你个混蛋！你说的对，我是混蛋，不过是你教的。